事已至此，挣扎无用。软绵，你不如认命，从了我，也有日子过。认命，就去他爹的认命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傅义，快叫傅义！软绵，即便卢子昌对你有失，你也不能下如此狠手。姐姐，我知你心中有怨气，可天意如此，你为何如此狠心？表哥他是卢家独子，若他有个一长两短，整个阮家……软绵，今日卢子斌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给他陪葬。婚约本是咱俩的，是我来迟了，可大错已铸成。你若不喜欢卢子斌，不愿意将错就错，我抬你回去为贵妾，灵儿定会对你好的。是错，还是筹谋已久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是主教夫贪财换了教。木已成舟，灵儿小姐虽是妓女，但我们王家也认这个儿媳。至于阮绵小姐，名声虽毁了，但王少念在青梅竹马的情分，愿抬你入府为贵妾，待有了子嗣，可升为平妻啊！我们卢少爷说了，儿媳被王家占了，阮家必须赔一个，把阮绵小姐送过去磕头认错，卢家勉强收她做个小妾。既然错了，那就将错就错。阮玲为王家妻，阮绵，你今日便收拾东西去卢家。我都听老爷的，绵儿，你也别怪你爹，这都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。我不嫁，我不入卢家，也不进王家，我只要把我抬入王家的那108胎嫁妆拿回来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私产。逆女！王家门第高，灵儿嫁妆薄，若不留着你的嫁妆，王家如何看得起她？你也知道那是我的东西，想用我娘的遗物替她买尊严，做梦！你个畜生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啊！我的手！谁敢动我的东西，我就跟谁拼命！逆女，你个杀人的逆女，快传符印！他恨我，但他不敢弄死我，因为祖母快回来了。祖母，您最疼绵绵了，是父亲和继母算计我，他们为了让王家认下阮玲，不惜毁了孙女的一辈子。您要给绵绵做主啊！做主？如何做主？王云介与那阮玲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你现在把过错往你爹身上推。王家那小子与你相识多年，他认不出新娘不是你，难道他也蒙着盖头与阮玲洞房？若怪就怪你自己，看不清王家那小子早就有了外心，怪就怪你拴不住男人的心，不如阮玲有手段。祖母，你怎可为那阮玲说话？我才是你的亲孙女啊！罢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阮玲也是你爹的亲生女儿。你爹与你娘成婚不久，便在外头养了外室。前几日我查出换嫁真相后，想要处分你继母，你爹才跪下招了实情。外室，亲生女儿，那我算什么？你爹说，这些年你独占阮家嫡女名分，享尽富贵，你的嫁妆就当是给阮玲的赔偿。赔偿？用我娘的命钱去赔偿一个野种？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你众目睽睽之下与卢家小子毁了清白，嫁去卢家是你唯一的活路。说我不能，要么3尺白绫，要么青灯古庙，你自己选。祖母，孙女最后问一句，你要舍弃我了，是吗？哪怕行至卢家是火坑，也要把我推下去等死，是吗？阮绵，不要恨我，这是你的命。命，若这就是命，我便掀了这天，屠了这命。你就是死，
也得给我抬进卢家。绵儿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卢子彬是我亲侄子，人品相貌哪样差了？若非看在我的面子，你废了他，现在连妾都做不成。如今他愿娶你为正妻，这是你的福分。你祖母心急犯了，你爹也愁白了头。你要懂事，你祖母会再给你备一份厚厚的嫁妆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可别伤了身子，惹父娘和祖母伤心。我娘的嫁妆你用着可安心，抢来的男人睡着可舒服。你仗着有爹娘欺负我，可我也有娘，她现在就在下面死死盯着你。姐姐，你别吓我，你娘在下面肯定期盼咱们姐妹和睦。你娘争不过我娘，你也争不过我，你们娘俩都是废物。混账！欺辱主母亲妹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弑父不成？把我娘的嫁妆还给我！老爷，卢家公子到了。卢公子进来了，你给我乖乖哄着他，否则你活不过今晚。哼！绵绵，那日是我唐突，虽然轿子错了，但看是你，我心中也甚是欣喜。只要你肯嫁我，我保证疼你一辈子。你的脾气真烈，以后成了亲，可不能嫌弃我脸上这道疤。滚出去！变成毒药了！既然看不上卢家，那就去王家吧。我会争取让你和灵儿平起平坐，分院而居，皆为正妻。我要我娘的嫁妆。不可能！若抬回嫁妆，阮玲在王家就待不下去了。这是我能为你争取的最好出路。至于嫁妆，我会补给你一份，不会比你娘留给你的少。那我选上山。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，不知变通？你怎么就不能顾全大局？你怎么就不能为阮家想一想？除了你和阮玲，阮家的旁支还有多少姑娘待嫁？你这样子，谁敢来阮家提亲？始作俑者是你儿子，子不嫌母之过。若阮家女孩婚嫁困难，怪不到我头上，应怪你。畜生！我怎么会疼你这么多年？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今日你会给我滚出族谱，自此你与阮家毫无干系。谢祖母成全，让我能够脱离这样的阮家。但我娘的嫁妆，他日我会亲手讨回来，还请祖母早做准备。阮绵，速速退回房内，否则休怪我等下手无情。就算死，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绵绵，你终于醒了，别怕，阮家不要你，我要你，嫁给我，我娶你为妻。饿了，快把温着的燕窝端上来。是。那日我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却侥幸捡回了一条命，最后被王云泽安置在了此处。绵绵，你真好看，等你身子好了，咱们便成婚。这次我定亲自背你上轿，再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他是我娘活着时给我定下的亲事，王家家风好，男子只娶妻不纳妾，除非年过40，妻还未有所出，在妻的允许下才可纳妾。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经历了很多事，他也一直护着我。本以为他就是我的良人，可惜他不是。绵绵，你还在介意那天的事情吗？你与灵儿本就长得像，那日我心里高兴，喝了许多酒，把她看成你，才与她圆了房。
我不知是他算计的你，我也与他吵过了。他说他只是太爱慕我，他母亲为了成全他才做出这样的事，他并不知情。你抓大放小好不好？大的方面我们还能在一起，小的方面不过是家里多了个阮玲，她本就是你妹妹，你们共侍一夫也能有个照应。我已求了母亲，咱们在外面另开府邸单过，我每个月只回主家一次，等阮玲生下孩子，我就再也不去她房里。咱们会有很多孩子，儿子像我，女儿像你，好不好？我想睡了。好好歇着，莫要再提上山那种傻话。安堂清苦，你受不住的。阮绵小姐，你醒了。你们少爷呢？少夫人来喊他，他回去了。少爷很担心少夫人的事。啊！少爷嘱咐过，不能在您面前提少夫人。阮绵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饿了，我这就去做饭，我这就去。多拿几个馒头。狡兔三窟，我已无处可去。周光，若你那天的话算数，就来带我走。还好他没醒，希望他明日一切顺利。解药，撑住！刘大娘，扶稳他，小丫鬟交给我。说，谁让你放的火？是老爷和夫人，还有少夫人阮玲。想跟我上山？等等，我娘留给我的嫁妆我要拿回来，那是我娘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占。阮绵，你可知一个女子带着嫁妆跟着一个男人走，意味着什么？周光是已故周大将军的儿子，当年周大将军遭人陷害，全家被砍头。周光因为顽皮，多日不在府里，这才躲过一劫。护好他。别怕。全部好好安葬，活下去，替周家报仇。这是绵绵，他日若他有难，你要帮他。绵绵，当年沈怡病逝，我说带你走，你说你能在阮府活得好，可事实呢？是，我被至亲算计，被爱人背叛，被仇敌欺辱。涉及家族利益时，我永远是被舍弃的那一个。看得很清楚，阮绵，你要想好了，上山的日子可不清闲。我知道。目前山上有2当家、3当家，你想要个什么样的位置？别绕弯子了，周光，我带着我娘的嫁妆随你上山，我要做大当家的夫人。做我的夫人，我有要求，我不猜心思，有话直说。除你以外，我没工夫碰别的女人，我很忙，没时间解释为什么。你能做到？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会对我好吗？会。那就行，只要你记得你是我夫君，你得对我好。走，绵绵，随夫君上山。绵绵，王云熙是我按照世间条件给你寻的夫君，可若论心，我更想把你托付给周光。只是周光要走的路注定辛苦，可不若让那王云熙靠不住，你
就去寻找光。娘，我不拿刀，我拿剪刀。这一世，我要亲手剪碎这吃人的世道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叫软绵，我随夫姓周，取母姓为名，往后我叫周坚。坚儿，以后库房你管，山上的家你当。你要我掌管中费？库房现在只有粮食和旧兵器，没什么值钱货，但早晚会有的。把这些嫁妆全部变现，换成军需物资。夫人，使不得，这是您的私产，当家的吩咐过，无论多难都不能动夫人的东西。这是我的意思，无需请示他。我要这些钱用到实处，护住大当家，保住山上的兄弟。奇了怪，以前山上除了周光外，到处都是残废，山下都管这里叫残山，叫咱们残匪。这怎么来了这么多没残的兵？刘大娘，以后没有什么残匪了，咱们是周家军。从土匪变军队，这是被招安了。招安？周光要的可不只是招安。这批粮草的账目数量和银两对不上，差了120两。总管，你跟我说说，这120两去哪儿了？夫人明鉴，是老奴一时糊涂。上月我孙子重病，药铺说要上好的人参才给治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挪了这笔钱去抓药，老奴该死。这120两从你月钱里扣，分1年扣完。但这锭银子是赏你的，给孩子看病，天经地义。下次提前说，不许再私自挪用。坚儿，王云吉在城外设了粥棚，日日食粥，在打听你的下落。他找他的，我活我的。从我踏出阮府那扇门起，王云记和我就没有关系了。下雨了，怎么不等雨停再回来？累了一天，就想看你一眼。路过府城，瞧着这簪子配你，买下的。坚儿，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家。夫人，虽说新婚燕尔，可也得提醒当家的节制些。他是要下山嗜血杀敌的，别让他软了腿。大娘说的是，我记下了，但不用我劝。只要他带人下山，晚上回来后就满脸的疲惫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大当家，这都是你们这段时间建的？总算住上像样的房子了，不用在山上吹冷风喽。这些就是你说的聘礼？是也不是，坚儿，很快你就会知道。驻军长官魏平是我父亲的老部下，他给了我军职，山上兄弟不残的进军营，残疾的在村里种地。你是要带他们去出生入死？先住下，慢慢迎接我给你的聘礼。夫人，大瓜，城里那3个大户人家全都报了丑事儿。哪3家？第一家卢家，卢家老太爷年轻时看到了被下药的小姐，他不去找大夫，却以解救的名义占了人家的身子，让那小姐不得不嫁给他。每当哪个富贵人家办宴会，他都去凑热闹，每次就守在池子边，专等到小姐们落水，他好跳下去救下。他夫人就是他救下的第3个小姐。他们家有钱有地位，知道为啥用这种手段娶媳妇儿吗？不知。
因为他们家女美男丑，女的好嫁，男的难娶，靠说亲根本找不到好看的媳妇儿，祖祖辈辈都靠算计。卢家果然是这种门风。再说那王家平日里标榜家风清正，绝不纳妾，结果呢，70岁的老太爷在青楼养了2个不到20岁的姑娘。家风清正，原来是这种清正。还有第3家阮家，阮家没有老太爷，传的是阮老爷，说他哄骗发妻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背着发妻找女人。他现在的继夫人在与发妻结婚前就狗悠在了一起了。这不是传言，这是我娘一辈子的血泪，是他们欠我的债。外面都说了，这3家小辈儿做了恶事，连累了父辈，隐秘被挖。要是小辈儿不出来忏悔，接下来可就有实证。实证？是啊，现在说书馆成一铺，全城都在议论，3大户家的人现在怕是急得要撞墙了。3大户的传言是你做的？是。这也是聘礼的一部分吗？是。其实你不用费这些心思，因为他们在你心里种的结。你们娘俩都是废物，这是你的命。那些疙瘩一直都在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就像毒蛇一样咬着我的心。剑儿，看这里，枕头下、床头上、窗台边，这屋里，我一共放了12把剑刀。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我知道你不安，我说过会替你复仇，在此之前，这些东西会守着你。若有人做了愧疚之事，为了家中祖宗母亲，还是出来忏悔吧，莫要等时政冷门。听说新来的地方官在城门前建了一座忏悔台，想必应该跟大当家有关吧？夫人猜对了，那个姓许的以前在咱们山上待过，当时他是真的被土匪给绑了，还是咱们大当家给救的，这才有命去参加科举。原来如此，可这样子逼迫他们，最看重脸面的3大家怎会如此束手就擒？果然，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们很快就打探到我还活着的消息，而且还成了周光之妻。若你还认为自己是阮家女，你将终身受制于那个老太太。我是周坚，你坚定吗？哪怕一丝动摇，都会万劫不复。夫人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叫那老太婆欺负你。对付老太太还得是我来，我先让你适应一下，教你如何拆招。绵绵啊！没想到我费尽心力给你安排出路，你却自甘堕落跟了土匪，还陷害阮家，你没有心啊！我疼你、爱你、护你，你却恨我、伤我、气我，祖母这心疼啊！真恨不得你就死了！真是不孝顺！管家，哪里来的疯婆子？是谁让她在州府门口胡说八道？夫人，这老人家口口声声说是您的祖母。老太太，你看你那阴暗晦气的样子，哪一点配有我这样明媚的孙女？想攀附州府，证据呢？你说我夫君是土匪，那你猜土匪的夫人会怎么处置污蔑他的人？证据？对啊，不能口说无凭啊，红口白牙，这污蔑人也太容易了。想来攀附，就得有攀附的样子啊。你阮绵绵，你自小我就疼你，你母亲去后更是我把你带大，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你个白眼狼，我是你祖母啊，你怎能不认我？不认我啊？哪里来的老不死？你知道我们夫人的祖母是什么样的？那是为了护着孙女，能把背信弃义的亲儿子打死的人。你看看你自己这张老脸，配吗？阮绵绵，无论你怎么狡辩，你都得为你的罪名忏悔。阮老太太，你跑来攀认我夫人，还要让我夫人认下莫须有的罪名，这是想仗着背后的阮家就欺负人吗？刘大娘，纵容个老疯子欺负夫人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大家给我上！别闹了！周将军恕罪，是老人家糊涂了，这点薄礼聊作赔偿，只求将军息怒，今日之事切莫放在心上。滚！坚儿，这世上最难断掉的，就是对你好又对你不好的人。你总是会为了他那一点好，忽视掉他的不好。我总期盼他以后会对我好，无需去问为什么，只需放下他的一切。对，这世上最可恶的亲人，不是那种只对你坏，那种打杀了就是，最怕这种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。
嘴上说着为你心疼，其实就是为了拿捏你，让你躲不了也过不好。恶心！姐妹们，赶紧吃，吃完咱们找说书人聊聊去，得让全城人都知道阮家老太太那副不要脸的德行。加紧下一步计划。是，大当家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今天我是不是给你带来了麻烦？是，但是娶妻的意义之一，就是要愉快地接受妻子带来的麻烦。健儿，我很荣幸你把麻烦带给我，夫妻一体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以后我把麻烦带给你，你要愉快接受，好不好？好。自我上山后，卢子斌以为我死了，就开始在富贵人家到处搜寻新的目标。用时1年左右，相中了魏平的妹妹魏薇。魏平是新上任的驻军长官，对小城不太了解，只知卢家是大户人家。这次要多麻烦梅娘了，只要这事儿能成，事后必有重谢。卢老爷，你客气了。只是我儿容貌粗陋，往日前来相看的姑娘，竟无一人看得上我儿。这婚事当真能成吗？卢老爷尽管放宽心，这事儿全包在我身上，我自有法子让这门亲事成了。那就有劳烦梅娘费心了。这卢公子啊，生得朗朗君子，芝兰玉树，性情更是温厚谦和，待人有礼有分寸，为人沉稳踏实，心思细腻体贴，日后定是懂得疼惜妻室之人。姑娘嫁过去便是正经世家主母，一生安稳无忧，半点委屈也不会让你受。那卢公子真的有你说的这般好？魏小姐放心，保证跟这画像上长得一模一样。城中的一众世家姑娘们，无不都对她倾心爱慕。既如此，便有劳梅娘费心从中牵线搭桥了。姑娘只管放宽心，这门亲事老身保管替你促成。卢子斌这次学乖了，没去相约见面，嫁娶的流程也走得特别快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娘子，你我今日方才拜堂成婚，刚才还怎的转眼就不认自家相公了？你是卢子斌？你这丑八怪，竟敢算计本小姐！住手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们卢家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合起伙来骗我！你们给我等着瞧，今天的账还没完！哼！小姐，怎么了？大晚上要去哪儿？直接回军营，还有把我的嫁妆都抬回去。是，小姐。死骗子，给我滚出来！这辈子你别想再用这张嘴忽悠人了。此事后，卢家吓得半死，息了等魏巍消气就把人接回来的念头，立刻托人说情，主动给了和离书，又赔了半个多府的家产，才算了事。卢家元气大伤，卢子斌的祖母和娘都在闹和离。婚姻这事儿讲究个门当户对，更讲究个你情我愿。想找个好看的媳妇儿，就拿出诚心来，好好去找，总能找到。怎么净想着走歪门邪道呢？不过那卢子斌也是倒霉，要是遇到软弱没有靠山的姑娘，也就认命了。可偏偏他遇到的都是硬茬，遇到咱们夫人用剪子把他剁了，遇到魏姑娘差点丢了命。那魏姑娘也是真狠。周光呢？让他出来见本小姐。魏小姐，这是周府。你骑马来砸门，是来送礼的，还是来送命的？你又是谁？魏小姐来访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周光，你天天出入我哥帐中，明知卢子房是个什么货色，却知情不报，你存心不良。那不属于军情，也不在我的职责范围。你害得本小姐名声尽毁，出
除非你休了你夫人娶我补偿，否则我今天拆了你这府邸。你若再这般胡搅蛮缠的话，休怪我行事不留情面。夫人，这怎么不像打架，倒像在跳舞？这魏小姐眼里全是怨和情啊，不会有猫腻吧？才刚刚心意相通，便遇考验。周光，若你真动了心，我便另起炉灶。简儿，别误会，我让着他是因为答应过魏平，若与他妹妹起次，先让30招。我知你心中不满，可若你走得慢些，就会看到30招后我如何砍杀。大当家的，得赶紧找大夫啊！这魏小姐要是死在咱们府上，不怕，她死不了。大夫，快去请大夫！救我！微微该死，但不能死在周府。简儿，我的路越走越往上，以后会有无数女人前仆后继，你要担起主母的责任，无论是谁，格杀勿论。放心婚吧，死不了。嫂子，对不住了，这次是小妹一时冲动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叨扰了。魏平原先是在外地当值，他使了法子，主动调到这里来的。简儿，你可看出有啥不对？看不出来。周光为了你这种毫无助力的孤女，竟然伤我，你凭什么占着他的正妻之位？周坚，我本无意杀你，但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她想要周光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得成全她。杀！什么时候？哥，这……周光，你……简儿，吓坏了吧？我以为我要死了。为什么？周光，你为什么从来看不到我？简儿，你不会死，死的只会是他们。周光，你早就想杀我了吧？亏我还拿你当兄弟。兄弟，你也配？先是离间我的人，要杀我的女人，你胆子够肥啊！就连兄弟们的军饷你都敢贪？你怎么发现的？他无产无田，婚嫁那天的108台嫁妆是从哪里来的？对，是我贪了军饷，给微微备下嫁妆。可我不仅仅是为了她，我也是为了你呀！微微喜欢你，只要你休妻娶她，咱们兄弟齐心，定能共创大业。难道你真的要为一个女人要我的命？周哥，你放过我吧，并非对你二心，我是见你总把这个女人放在第一位，甚至为了她推迟咱们的计划，我急呀！这个女人是个祸害，你舍不得，我替你除了。我杀她是为了让你再无干扰。周哥，等将来咱们事成，你要多少女人，兄弟给你找多少，只要给微微争妻之位。周哥，周坚是我的命，敢要他的命，我先要了你的命。管家，把这2具尸体运到忏悔台。是。刘大娘，你去城里传信，凡欺辱过周坚者，限5日之内去忏悔台，否则魏平兄妹就是下场。大当家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简儿，我去接手驻军，等我回来。周光，你受伤了，伤在哪儿了？哈哈，简儿，放心，我没伤。这些血全都是别人的。我已经收编了驻军，现在的消息已经封锁，城外的人进不来，城里的消息也传不出去。封锁小城，那你下一步打算？接下来咱们得快点把你的事儿办了。我的事？魏平兄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今天让阮老太太丢脸怎么够？凡是伤过周坚的，都得受到惩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周光，不要为了我的私事耽误了你的大事。你现在收编驻军，万事当心，你必须得给我活着，知不知道？简儿，咱俩都得活着，咱们还得活出个人样来。怎么才算人样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
昨日，阮家、王家、卢家都去私下找过许成了。坚儿，你好好看看，台下这些衣冠楚楚的人，私底下装的是什么样的心？那场换嫁虽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小疙瘩，但经过这么多事，我也能看淡。之所以都欺负我，不过认为我好欺罢了。至于他们的心什么样，总归就是坏的。快看，那不是阮家的大小姐吗？原来她没死，成了将军夫人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些人平时装的跟真佛似的，原来一肚子的男盗女娼。5日之限已到，一个都少不了。开始吧。卢子斌，想必你已清楚今日要坦诚之事。本官问你，当初你姑母筹谋姐妹换嫁一事，你是否知情？知道。那你可知阮年面原定要嫁的人是王云骥，并非你？知道。那你可知道这样做是在害阮年面？那不是害，她嫁给王云是嫁，嫁给我怎么就不是嫁了？我喜欢阮年面，我会对她好的。我第一次在姑母家见到她就喜欢了，白天想，晚上想，梦里也想。凭什么我对她笑，送她礼物，她都不收不见？为什么我不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？所以你就联合你姑母害人家小姑娘？不是害，是爱。大人，难道你就没爱过人吗？爱一个人，自然要把他娶回来，哪怕用些手段，那也是为他好。我喜欢阮绵，凭什么要把阮玲配给我？阮玲算个什么货色？她怎配做我娘子？我不甘心！不甘心就能强娶？婚姻讲究你情我愿，怎可算计？不能强娶，不能算计。大人，这世上好姑娘本就不多，不算计，不强求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好姑娘都属于别人吗？周光，你若不是存了抢的心思，怎会那么赶俏救下绵绵？遇到我这种情况，你不抢吗？好配偶，事关2代人，谁会拱手让人？大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，我只是失败了。这不过是人正常的渴望，何错之有，何过之有？被这种人惦记，真是既恐怖又恶心。遇到好姑娘确实要争抢，但绝不是使用这种害人的手段。王云烨，本官问你，当初换嫁之事，你是否知情？大人，我虽娶了阮玲，可自始至终，我喜欢的只有绵绵一人。既然只喜欢阮绵绵，发现新娘被换时，为何不当场揭穿，反而与冒充者圆房？我爱绵绵，只爱她一个，可得到绵绵，并不能满足我心里所有的渴望。绵绵尊我、敬我、关心我，但她看我的眼神是以平等的视线，想要被崇拜的感觉，绵绵给不了我，我的心有了空隙。直到阮玲出现，填补了这个空隙。我需要阮玲满足我的虚荣，可我也想要绵绵这9分的心。我以为，所以你明知换嫁却故作不知，你就不怕阮绵绵在卢家毁了终生？不会的，绵绵骨子硬，她绝不会让卢子邦得逞。我相信她定能安然无恙的回到我身边，绝对不会。若是阮绵绵像魏巍一样被夺了清白呢？你拿什么还她？不会，她会理解我的，她那么爱我，一定会理解我的。周夫人，你会理解她吗？绵绵，别恨我，别恨我，我没错，就算有错，也不算大错，更不能算错。若是2个女子都愿意嫁给你们，你们不想都要吗？哪个有地位的男人不是3妻4妾？这是法纪允许的，为何到我这儿就不可以了？是，本朝允许纳妾。你想纳妾，就光明正大的提，为何做这样阴险的谋划？谋划？我若不这样谋划，就算王家同意我纳妾，绵绵会同意吗？只要我提，他第一时间就会和我退婚。事情发生后，我要把他接回王家，他拒绝。祖母给他争取平妻位置，他不要，就是不可以呀。为何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要了阮玲，就一定会失去绵绵？为何我会心存侥幸，认为绵绵会委屈接受？不对，绵绵会接受的，多委屈都会接受的，因为他没有退路。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周仪给他留了退路，我不知道的退路，是周仪误我，周仪误我。既选云溪，为何还要背个周光？绵绵，我才是你的夫君，你选我，别选他，选我啊！拖下去！慢点儿。阮玲，你为何阴谋换嫁，罔顾血脉亲情，残害长姐？残害？大人，见到好男人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属于别人？王云姿既然做得了阮家的女婿，凭什么不能做我的夫婿？如今王云姿是我的夫君，我已有了他的骨肉。阮绵呢，脾气再硬，娘再能干又怎样？还不是先后被我娘和我夺了夫君，不愿意做妾，平妻也不愿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最后怎样？嫁个连卢子彬都不如的莽夫。灵儿，闭嘴！大人，我是阮家女，还是王家妇，又有了身孕，
我虽话说的难听了点，但是是实话，无妨吧？阮玲不是一直以可怜懂事的形象树人吗？就因为肚子里揣了个娃，就认为自己可以大放厥词。王家让他来的，这个孩子王云邪和他二叔都不认，王家一直给他下药，就盼着他出尽丑，好一休了之。阮老爷，你为何明知阴谋却不阻止，反而将长女推入火坑？大人，我知你公正，今日我为了活命，豁出老脸说一说实话。你问我为何不阻止，我要答的是我为何要阻止。你问我为何不阻止，我要答的是我为何要阻止。同样是我的女儿，我这长女一身傲骨，见到我除了喊一声父亲，再无多言，从不撒娇讨好。这样的她怎么叫我喜欢得来？灵儿就不同了，灵儿会哄我开心，会求我疼爱，为人上进。阮绵不像我，像他娘，而灵儿像我。而面对阮绵绵，我会觉得不安。与灵儿在一起，我才会体会到做父亲的快乐。大人，若是你会护着谁？左右不过一个男人。灵儿也喜欢王云泽，那为何不能给他？我为何要护着阮绵绵？我巴不得他堕入泥潭，让他再也不能像他娘一样像一面镜子，照得我只想遮上颜面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即使是夫妻父女，若道不同，确实无法共处。大人，您问吧。老太太，在这桩换嫁仪式中，你可有错？大人，我到底有没有错？我问了自己无数次，许是我已如朽木，头脑不清。可我真不知哪里错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阮家。换嫁不是我筹划，我得知时为时已晚。绵绵在卢家失了名声，如何还能再嫁？那种情况下，我给她求了平妻之位，有何不妥？姐妹嫁一夫，自古有之，既可以保全姐妹的名声，又可以避免生父觊觎他人，这有何不可？大人，您若是我，您又能如何？能做得更好？周夫人，请转告绵绵，祖母养她教她多年，难道一两件无心之过就能抵消养育之恩吗？阮老太太，你莫要忘了，坐在这台上，我夫君是这小城之主，而我是你的主子。这场审讯竟无一人认错，看来夫人，我认错，老身认错。说说看，你错哪儿了？哦，详细说说。我自私，当年骗取周氏，我教儿子用谎言骗他，婚后他违背诺言勾搭卢氏，我视而不见。我自私，当年骗取周氏，我教儿子用谎言骗他。若我有良心，若我能督促儿子守诺，便不会有阮玲，更不会有这场灾难。我错了，我懦弱。娶到周氏后，我就发现我与周氏不是一样的人。他是真的好，时时刻刻显出我的卑劣，可做好人太难了。好人不仅不伤害自己，也不伤害别人。可我只想让自己好，不想管别人怎样。你这话说得清楚，听着却别扭。大人的话极是，他们母子虚伪透顶，最后还是赖在我身上。那你有错吗？有，我不该以为被我欺负的人，他的孩子也会继续被我的孩子欺负。我想害人家的孩子，结果却害了自己的孩子。娘，我也错了。我娘抢我爹，是因为我爹没良心。可我抢王云思，却是抢错了。王云夜是有良心的，他因为那点良心，整日痛苦内疚，甚至恨我。我识人不清，我错了。对啊，要抢也得抢个品行一样的才行。原来所有的恶都源于那一点自私的火苗。我的错，罪不可饶恕。我不仅辜负了一个女人的信赖，更辜负了一个母亲的托孤。周瑜当年问我是否能忠诚不二，我迟疑了，因为我祖父、父亲皆在青楼养着相好，我不确定我能否成为例外。可为了得到绵绵，我选择了撒谎。我错了，错在没有自知之明。我只是个凡夫，终究逃不过父辈的传承。罢了，带下去。我的错在于没有好好传承。我祖父救人娶妻会先问过意愿，我父亲救溺水小姐，若人家不愿嫁，他也不强求。而我掀开盖头后，我本该先问过你的意愿，再行圆房之举，是我错了。说得对，诚意最重要，强扭的瓜不甜。这种感觉不是爽快，而是疲惫，累到连怨恨都生不起来了。简儿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都看清了，他们的龌龊，他们的不堪，都看清了。都要收起来了吗？以后这屋里不需要这些了，有我在。我不再是那个阮绵绵，
我是周坚，我有我的家，我的夫。